哎，你猜猜我找你什么事儿？工作上的事情呗。我听说了，你们公司那个大主播圆圆不是接了个电影吗？要离职是吧？那你们那儿肯定是缺流量了吧？但是洋洋最近工作也特别忙，他没有时间啊。我不找他。那你想找谁啊？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种本身就带点流量的啊？网络红人什么的，给我介绍介绍。行，我想想，我问问他们时间吧，都怎么计划的，看看到时候谁合适，谁有时间，约你们见个面。行啊，这大经纪人办事就是靠谱，一个电话就把事儿办了啊！那等你消息啊。行吧，那先这么着啊，拜拜。哎，怎么了？又吃醋了？哎，我这是工作，那圆圆一走，公司1/3的流量都没了，我得想办法吧。我让他给咱介绍介绍，这个有没有合适的主播，拉几个过来。别多想啊。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对，你说这时候圆圆就要硬塞给我们500万，你说要是我们真拿着这个钱，是不是不好呀？那合同上写的，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圆圆她是陈朗最早一批招进公司的博主，比我还要早。瑞能有今天，圆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功臣。我知道啊，那但是我们签这个合同，那就是为了他有法律效益，对吧？那现在圆圆自己要违约，那为什么不能赔钱？理是这个理，但是情感上我就是接受不了。哎呀，啊，从我们接手瑞开始，圆圆一直在帮我们。现在她要去追寻她的梦想，我们问人家要500万，是不是显得我们太忘恩负义了？忘恩负义这是怎么说的呢？那你说，咱们一直帮他打榜啊，帮他上节目，捧他做头部，现在每一样都弄好了，圆圆也红了，他说走就走，那他这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是你要非拉着人家去上综艺节目，也是你非要捧他，给他冲榜，捧成头部博主。他又没求你，怎么叫他忘恩负义啊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倒贴，我把他捧红了，他还不乐意了？这500万对圆圆来说真的是太沉重了，我想好了啊，我不要。你可以不要，但是公司需要这笔钱，没这钱公司黄了。那我是公司的 CEO， 我说了算，就不要，不要。不是，你别跟我说啊，我不听。不是你公司 C 不 C， 你 O 不 O， 公司的钱我拿的。CEO 丫鬟。所以我说沈叔啊，您看看啊，能不能从这个集团层面，或者说是这个董事会的角度，给西西一点压力，让他把钱给收了。圆圆解约，头部出走，这个事情对于瑞来说确实是一场重创啊。可不是嘛？你说现在再不要人家解约费，那瑞就快黄了。你这一大早来找我，西西呀，他老是感情用事，他老是纠结在那些小情小义上的东西。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他，他怎么办？沈叔，你得帮我这回。然然，我记得这个上个季度季度汇报的时候啊，西西写的那个述职报告里边说，拿下波波罗、互动直播，还有那个圆圆冲榜都是你做的，是吗？啊，是啊，当时给我忙坏了。那你现在觉不觉得，你更适合做这个 CEO 啊？啊？沈
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当时定西西，那是您跟我爸非要定，对吧？当时我就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段时间弄下来之后，我觉得西西不错啊，当的也挺好，而且能在这个 CEO 的位置上给这些锻炼，我也挺开心的。所以我现在我就一门心思的，我就辅佐他把公司做大做好。哎呀，你要是真这么想啊，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时候，我们让钱西西做 CEO，确实是因为他那时候更合适。另外也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让你接受锻炼，让你在基层获得经验。哎，停，沈叔，千万别，你也别激动啊，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这些日子呢，你的进步确实很大，不管从公司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，我都觉得你更适合担任这个 CEO。沈叔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我今天来，我不是来告状的，你可千万别有这个想法啊！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让您帮个忙，给西西点压力，把这解约费收了，对不对？在商言商。也是啊，这个解约费不收的话，西西的 CEO 也没法当了。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那我回去想想，但这回你得帮我说啊。我先走了啊。千万别说了，我知道。所以这个违约金我不要。哎呀，这钱你就留着吧。你赚了多少钱我太知道了，钱你留好了，你可别乱花啊。可是西西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是我违的约，我必须给。就是因为你为我着想。所以我才要更为你好。你这突然离开公司去做演员，不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，你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啊，哪不需要钱呀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自从我当了这个公司的 CEO 以后，我太知道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。有钱就是做事的底气。有了钱，你才可以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你说你去了这个新的圈子去做演员，我觉得最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梦想、什么底气。在那个圈子里，你需要花钱的地方。哎，都在这儿，正好啊。圆圆，我跟你说，你想解约没问题。但是解约金你必须得付，不然我不能放你走。当然，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哎，你一大早上的又来吼什么吼呀？我跟袁元珍说事儿呢，别打扰我们，还没聊完呢，你先出去。我也没说完呢，圆圆。我知道你付这钱不容易，当时是我把你从影视园区里带出来的，带出来之后，我没有亏待过你一天。我把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你，我把所有钱都砸到你身上，我能够到的最好的全给了你，对吧？没说错吧？只有我的付出，我们的努力，才有了你今天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走没问题，那说明我们有留人的能力，但这事儿是你干的不仗义。怎么叫不仗义啊？这是圆圆的梦想，梦想能说仗义吗？哎，没有圆圆又怎么了？我们可以去培育新的播主，我们可以去谈别的业务，这跟圆圆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圆圆有关系吗？圆圆你不用听他的啊，我支持你。还有段然，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，你跟圆圆说没用，这事儿反正我说了算。你跟圆圆说没有用，我跟你说。
给我出来说！我就是不给要这个违约金，你干嘛呀？下去。什么话不能在上面说呀？你非要让我下来？说吧，你要说什么？秦西西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上不能妇人之仁。就你格局大，你在商言商，我怎么就格局小了，妇人之仁了？我告诉你，段然，这件事我就是受不了圆圆一个女孩子，她无家可归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处理这件事儿？啊？你不是齐圆圆朋友，你也不是江湖女侠，你现在是我们这家创业型公司的 CEO。你背后不是你一个人，你代表我们整个瑞全体员工的利益。所以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，是不是更应该在商言商？是不是应该把公司放在第一位？可以啊，按照你说的，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那我就更不能要这个违约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企业文化，因为人文环境。段然，你能不能搞清楚啊？圆圆她为了公司做了这么多的事儿，她现在要解约，我为了解约金让她倾家荡产，这样的公司还有人情味吗？一家没有人情味的公司，谁还敢来？谁还敢相信啊？往大了说啊，这不止有损瑞的名声，还有 QE 的，你爸的，甚至整个直播行业的。是胡说八道。我们是商人，我们生存在这个商圈，我们就要遵守商圈的规则。商圈是什么规则？我们要有契约精神，白纸黑字才是契约。我们要遵守白纸黑字上写的东西，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情味。我当然知道契约精神的重要性，但我就跟你说白了，这件事我做不到。做不到不行，必须得做，这是为了公司好。怎么叫为公司好？我这么做就不要为公司好吗？段总，这500块我一定要付，什么都别再说了，西西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什么这么决定了呀？哎，咱俩不是说圆圆，你干的什么破事？秦西西，这件事上，你必须一定得听我的。你接手公司这么久了，大事小事没少吵过架。这一次，听我的。当然，我真的搞不懂。你说你一向大手大脚的，是公司刚创业最难的时候，你卖这个卖那个，但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。虽然我知道圆圆走会给公司带来特别多的麻烦，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你在商言商过得去的理由。你说呀！为了公司，为了大家伙儿。还是给了是吧？肯定得给啊！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转过去。把圆圆送走啦？怎
怎么样，空没哭啊？哎，我真挺佩服圆圆，放着好好的头部主播不当了，非得去外面当演员，这一下还不一定能闯出什么名堂。公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，把他捧成了头部，最后还是留不住人。有时候我想想，你说我当初跟段然争什么 CEO 啊？就是意气用事，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足，拖累了公司，给自己带来的所有都是负担。我们的小西西，这么点小挫折就给你打倒，不像你的性格。唉，可能也是因为最近的事太多了吧。段然表现的一直都很好，其实我特开心，但同时压力也大。在公司呢，好不容易自己做出了一点小成绩，这才轻松没2天呢，圆圆又走了。还有说那欧阳，自从他出现以后，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，搞得现在还欠别人一堆人情。圆圆虽然走了，那咱们再培养新的主播，开展新的项目呗。这个你和段然、欧阳三角关系嘛，我就不评论了啊。好啦，我们喝点咖啡消消气儿，还是聊点工作的事吧。圆圆的事儿，下面你有什么打算？能怎么办呀？段然不已经找到他前女友了吗？加上现在我们手里的现金流也还算充裕吧，请几个明星主播过来充充场子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让他折腾呗。这就对了嘛，反正呢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儿。既然圆圆走了，那底下的坑我们也能填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觉得圆圆跟陈朗真挺像的，准备充分，目标明确，下手果断，绝不手软。陈总，我的妈呀！你怎么来了？这几点了？你过来了？肯定没吃东西饿坏了吧？走吧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，火锅、烧烤、烧烤、火锅，火锅、烧烤一起吃都行。我这刚来，你就要带我走啊？我第一次来你公司，你不带我转一转吗？是啊，哎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这边是中控台，现在看见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款、最新购置的。哎，你看那个灯，云型的灯，看见了吗？哎，全公司都停电，它都不会停，都是单独供电，我的精神寄托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些地方，我就怕你看了以后太好，就非要跳槽。圆圆现在还想撬走我啊？陈总，瑞好歹也是你一手创建的，你现在下起手来，还真是一点不留情面。我只是给圆圆介绍了一个制片人，能不能选上我不知道。老话不是也说得好吗？上场如战场，既然已经是战场了，那肯定会有个输赢。可成功也不只是一种方式啊。战场也不只是你死我活的一种结果吧？瑞出什么问题了？不应该啊！圆圆要走的话，得赔1大笔违约金啊，够撑一阵子。西西跟你不一样。